嘿，欢迎来到每日更新的丰盛好文哈。今天我们继续来为你捕捉恋人的讯号哈。那今天的题目是呢，近期最强的恋爱线索是什么？好，来帮你捕捉一下，在哪里最有可能发生，或是哪个时间点哈。来，我们先抽3张来让你选牌哈。好。如果等一下看牌啊，你想要看得更仔细一点，看久一点，你可以在翻牌的时候按下暂停哦。不用被牌面上的原本的牌意吓到哈，你只要看起来对它的感受比较强烈就可以了哦。我们这个选牌是一个共振比较强烈的选牌哈，意义上你先不要在意哈，或是你已经把它了解了，就不要再从意义上选择哈。来，好，看一下哈，来帮我拍一下。好，第一张是权杖侍者，好，第二张是宝剑3，第三张是圣杯2。好，我想今天的牌我需要特别解释一下中间这张哈。中间这一张呢，在我们解牌的时候，很多都是走向比较负面的地方。那我会因为它搭配了其他的牌，同时出现的时候有不同的解释，所以单单这一张牌出现的时候，我希望你不要往负面的地方想，我都会希望你们把它想成说，有一些伤痛，有一些过往，有一些记忆，其实都已经在快速的疗愈跟快速的恢复完成了。它比较像是这样子的诠释方式哈，它有很多的形容方式，很多的搭配，会在不同的情况下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好，所以呢，你在选这张牌的时候，我希望你要把它感受成是已经逝去的一些痛苦。好，那我们选牌之后，我们就迎接未来式的一个恋爱线的故事线的发展哦。好，那其他的没有什么问题哈。你还要看你就按暂停哈。那如果已经选好的，我们就开始吧。好，我们从选择第一张牌的朋友开始哈。今天的题目是最靠近的一个恋爱线索是什么？所以我们会大概2个步骤啦。第一，我们会先看一下可能在哪，然后第二，我会帮你看一下时间。所以今天的影片可能会比平常短一点点，有可能，然后我再看看，如果我再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多线索哈。来，先从4张来看一下哈的方位啦，看一下跟你的位置来说，好。首先它有2个讯息我先找到比较强烈的之后，我再往下延伸它有2个讯息，第一，你最近的一次桃花但这个桃花我必须说，它成为新的恋爱对象、新的暧昧对象、新的交往对象的几率蛮高的。那它会出现在哪？它会出现在你现有的朋友圈的新旧朋友都有可能，这个点还蛮大的我觉得这一个能量啊，比较像是说，这个人应该是要出现在你的朋友圈了然后可是他自己的心，他自己的情况，似乎才刚从一段旧的恋情结束，或是他现在正在陷入旧的恋情的困扰中，也就是说，他现在还不算是完全整理完自己的心情。可是呢，以选到1号牌的这个能量来说，它已经出现在你的范围里了啦，但似乎还没有达到我觉得的健康的状态，或是完整的状态。所谓的健康的状态，我是把它归纳定义在
两个人都是在一个非常单纯的状态下，没有特地要为了安抚自己的伤痛而存在的，是非常 pure 的去追求一份新的爱恋的状态，我把它称之为比较健康。好，那完整的话，我是把它定义在各方能量。好，就是火水、风土的各方能量都是比较平均、平稳的状态下出现在你面前，然后就可以在彼此的人生故事上展开一个全新的一页。我通常会尽量去捕捉这两种性质的桃花哈，因为我不希望推荐给大家或是寻找一些比较复杂的恋爱线啊，来增加大家的困扰。那现在来说的话，你的朋友圈这个人还在，可是他很有机会被你发现啦，他也很有机会被你提早，就说你的感受会在他的情况，能量整理完之前，你就会发现他，然后你就会开始对他有感觉了。只不过我是以这个角度来说哈，我是认为他可能已经出现在你的朋友圈，然后你们已经说过话，但是就是不熟。那第一次接触的时候，我认为你单方面对他是有感觉的，但是这个感觉非常非常淡。那这个淡的感觉来自于他有一种讯号，在你不自觉或是你在一个空气中，你有感受到这个人对你的距离，或是跟大家保持着距离，所以你对他的好感，目前我觉得只有一点点是被牵动到爱情的情愫里，大多是只是对这个人没有什么负评的状态在建立的。主要还是因为我觉得他的能量不完整了，他跟你的能量并没有勾起来哦，没有这样勾起来，只有看到，但还没有勾起来，因为他自己内心跟散发的样子正在跟大家保持一个隔阂啦。然后，这是其中一条很有机会的一个桃花线索的一个线，然后比较近的。那等一下我再帮你往下翻牌看看之后的情况后，那再来另外一条线是你的家人圈子，也就是说，他可能出现在你的亲戚的朋友圈里，也就是说，家庭聚会的时候会有一个不请自来的人，会有一个不属于你们家庭范围的人。好，那也有可能是你兄弟姐妹的朋友，也有可能哈。反正这一个人的出现，我认为他会是以一种外人的角度，突然出现在你们家庭的聚会上，很特别的，很有邂逅性的哈。那他的出现对你来说是极具特别性质的，所以你很快就会入你的眼啊，你很快就会有感觉。只不过我目前觉得他的出现啊，离爱情成为爱情、成为有交往的距离有点远，所以即便他出现在你眼前的第一次哈，你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倒是他可能会有频率较高的情况会出现在你的家人附近，那你会慢慢累积对他的感觉。好，目前是这样。来，我再往下翻哈，我们把它分两个部分来看。我等一下再把这个讯号我再重新看看它这边的发展是怎么跑的哈。来，我再多翻一些哈。从这里翻好了，我要照我习惯的排阵方式来走。可能要翻多一点，我拉远一点。先从这里哈，直接翻好了。好哈，我看一下哈。
很特别的是哈，即使这一个人哈，我说在你的朋友圈里面这个好像跟大家保持距离的这一个人哈，他其实回复的差不多了哦，然后他的出现呢、是被你的能量牵引过来的。我必须说，在他有看到你，然后你现在是带给他的讯号是一种有安定的、有挑战性的哦。你在他面前是一个活跃的人，他有注意到你哦。不过因为他的理智判断啊，把他又往后推了一下了。他把对你的感觉、对你的好感，转换成另外一种恐惧跟或用另外一种安全感替代了。所以我必须说，在他很深层的内在，在他的思维里，他有刻意跟你保持距离，所以他是有意识的知道自己还没有准备好，有意识的知道自己还不能够这么快速的喜欢人。但是以这样子的线索来看，你跟他确实是有能量的连接机会哦，你们的好的组合是有被期待的，就是因为我有看到一种方向的行走的，有一个好的能量是往你这边来的，这一个很近的哦。坦白说，我觉得他的能量比另外一个家人这边出现的这个能量强啦。我是觉得他比较强，所以我很在意这里的线索，这里的线索也比较明确。我再翻一下，我觉得还可以再翻个2个来确定一下我想要的东西。好，我觉得也差不多了啦。什么东西差不多了？你们的情感上的连接哈，我觉得有很多能量都已经趋于完整了哦。那种稳定、扎实、冒险心，还有情感的投射跟情感的依赖，这些讯号都出来，然后又被节制牌做一个很不错的融合，很不错的融合。那一种能量的打架，能量的碰撞，能量碰撞出来的火花，已经处在一个整理完的状态里。然后宝剑国王又在这里做一个，我觉得做一个压制着、控制着混乱的局面扩大。所以我认为他其实大部分心情上都是已经调和好的、准备好的。他也理解了他的过往，他也理解了他不能犯的错，他也理解了爱情在他现在的价值观里是什么。但是他差的是，他还没有决定要去接受一个新的恋情、新的人哦。所以我必须说，他看到你了，他有看到你了，但是行动上我觉得还有一点距离。好。好，我看另外一个哈，也离你很近的能量，我看这个，我觉得我是不觉得不用翻太多，因为我觉得这个人的线的发展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哦，因为他一开始就已经是钱币10了，好、等于说他下一个是什么？他要回到1哦，然后回到10跟1中间还有什么？还有0，所以停到0，停到重来重新。这段时间不知道有多长，所以我觉得我的感觉是，他正要从10进到0，然后还没有在0的一半往1的方向走，所以我觉得这一段他没有机会加速，但是他有出现在你的家人圈的频率有被预测到，有一些频率，但是频率的高低并没有出现。我来看一下哈，也就是说啦。你们要累积出一个比较浓厚的情愫，或是有一些主动性，我觉得目前来看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哈。如果以等待来说，这个的速度会再快一点。哦，好了，这一边哈有很大的机会会转变成一种，因为它依附着你的家人啦。所以他也很有可能会转变成一种家人圈内概念的朋友，而不是往恋爱那边走。他会更像是你的转换成你的前辈，或转换成你的晚辈这种概念啦。
它会有变成不是平等的，它会有一种内在的观念比较有上下的概念，所以它不太会这么顺利变成交往对象。好感是一直有，但是也不是说没几率。可是这个几率，我觉得被其他重要的事情压过了。它更多的能量是往家人的方向走去哦。然后，如果没有发生什么太大的状况，你们两个的关系跟感受上会照我刚刚走的。只是家人的朋友的这个圈子的氛围走，那他这个很难变成恋爱啦，因为他定下来了。他这个能量如果定下来了，就这样。可是这2张牌告诉我说，如果你要改变这个关系，它必须要有很特别的事件要发生。那这个事件我没办法预测，也没办法告诉你会是什么，只能说这是这一条线的破口啦。不然他这个就是发展成一个你会有一个蛮好的家人圈的新朋友啦。哦，他的位置很特别，因为你可能有家人很重视他，但是他就是你的家人圈子里面的家人。如果照这个没有什么发生太大事情的健康的走下去的话，应该就是这样子。好，那我可以帮你抓到的最近的2条线就这2个。好，我来帮你看一下时间点。时间点我就没有特地去捕捉是谁，我就直接帮你看最近的一次时间点，会不会这2者有没有很强的主动性？但我在翻的时候也有可能会看出，可能这会有2个以外的讯号，跟这个完全不同的。我到时候翻出来我再跟你说。来看一下时间点的哈。哎呦。好，时间点的话，在这里好了。好，时间点的话，我仔细看一下哈。水瓶座的时间，然后，一些是 August 这可能变到这是再来是，等我一下哈。北8、90，好，在这里，我觉得重复性不高，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预测到了2条线嘛，哈，它没有一个重复的特别的点，不过有2个星座生日的范围里有一个是双鱼座生日的范围里会有这2段不知道是哪一个会有比较好的进展，另外一个是就是天平嘛，算是天平吧，看一下时钟。我觉得天平生日啦，但是会有点接近狮子座，也有可能是狮子座生日的那个尾巴啦，反正就是暑假快结束前进春秋天这里哈。然后它只有暗示这2个时间点会有比较强的能量在选择1的朋友。不过我必须说，宝剑1讲的其实也是有分布的很平均啦，在一年里，所以大概3个月都有比较好的能量会来。那重叠性的话，我觉得被重叠到的，我觉得我会比较支持在就是夏末初秋这段时间。可是不知道是这2段关系哪一段关系的能量会突然比较好。我个人刚刚看牌的感觉，我觉得前面那一个你的朋友圈的这一个人我越翻越觉得他已经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自己，但他还没有准备好为自己人生往下一步走。他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内在非常宁静的状态。我想你的契机点是，如果你知道我说的是谁，你可以多多接近他。那如果你不知道我说的是谁，你在等待这个人出现的话，那你再等一下，他看到你了，他慢慢会有一个想行动的念头在他心底慢慢累积。不过我建议不要去戳破他，不要去让这个发展加速，不要让它变得更浓。我觉得要自然而然的，因为我不确定他内在的那一个回复，他所认知的回复的完整，跟我们认为的完整是否有差距啦。我倒是比较有看到一个比较小小的危险讯号是，他会假装他现在好了，所以你会有所误解，会有一种误判。现在还是属于一个比较容易被触动情绪的一个状态。我倒是觉得就先等等。还有一个季节的转换会让这一个人改变或是自我疗愈成功。好，这就是选择1号牌的朋友哈，大致上捕捉的新的路线大概就是这些，你可以去期待一下。但是我比如说，它这个桃花其实包含很多的状态，它有可能会变成你的知心好友，也有可能，它也有可能会变成你的soul mate，也有可能。那如果我们一定要用要在一起来定义的话，也是有可能，但是它会把关系变得比较狭隘一点。那我今天捕捉到的这2个能量，我都认为都是比较适合现状的你。虽然我没有去分析，没有再去展开另外一个牌阵来去分析能量是什么，但是我看到蛮多，我看到2个都看到有一个他自己往你身边走来的一个好现象了。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觉得通常就是被你的能量吸引过来的，所以他过来说，我觉得通常都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所以你可以期待一下哈，只是不要太强求一定要是什么恋爱关系就对了，因为他后面发展的空间还很大，就怀抱的比较正面跟开阔的心情去接受、认识每一个人，去欣赏每一个人，这样子就不错了。好，谢谢你们来听1号的朋友，那祝福你们了哈。如果喜欢，记得按赞哦，支持我每日更新的动力，谢谢。来，接下来是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哈。那今天的题目是最靠近你的一个故事线线索在哪里？我们这次比较特别来捕捉一下最靠近你的哈。来，我们来先翻大概3到4张牌来看一下，大概先做一下在哪里啦哈，在什么圈子里，在什么情况里哈。好，这个，这边怎么有翻开的？好，没关系哈，再洗一次啊。好，讯号还是不够我再测试。等我一下。好啦，我必须说，我看到的很多画面里出现非常多人了，然后大家都有，我脑袋出现的画面就是，我直接把它形容一下哈，大家为了某种事情出现在同一个场合里，然后大家都为了争取某样东西，所有人都必须要拿出最好的那一面来去竞争。那个场合不太像是一种竞赛，但那个场合比较像是一种心态上的竞争。所以我认为这一个人，他现在只有出现一个人哦。1号牌出现2个，这个2号牌目前是看到1个人。这个人出现在一个，我觉得他出现在一个比较复杂的地方，他有点出现像在出现在
酒吧，或是出现在某人的庆祝的情况下。好啦，他这里有一些竞赛的感觉，比较像是不是你的竞赛，他好像是别人的竞赛，所以他可能会去看一个球赛，或是看一个竞技的比赛，或是看有点像是你去看什么球赛，然后你是观众这样子在旁边看的，可是要在现场哦。所以他这个竞赛的概念好像不太像是你的状态，像是旁人的状态，所以他会在这种你在当观众，你在观众席的场合，看别人表演，看别人竞赛，看别人呈现自己最好的那一面的情况下，你会遇到这一个人。这一个人会在这种特别的场合里面出现。总之，这里先看到的一个建议是，你先多跟朋友出去哦，多跟朋友去任何地方都可以，因为你不知道最后会不会进入这样子的场域，而且这里的讯号很有可能只是类似这样子的氛围，而不是说只是指定说一定要去看球赛，或是看别人竞技，或是看什么，不是一定会有竞技的讯号。不过很多人都必须拿出自己最好的那一面的这个线索有，它也有一种很像是你去听演讲，然后会有好几个演讲者，或是你去听一个座谈，它会有好几个语坛人，他们彼此的表现就是一种彼此的竞争状态。它也有可能去像是去参加一种博览会，家具博览会啊、旅游博览会啊、艺术博览会这种，它各家都要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也会在这样子的场合你会遇到这一个人哈。总之，这一个整合下来，你必须要多跟朋友出去哈，多去人多的地方，多去跟各种，反正你就看一下我刚刚的举例啦。好，他会有很多这种情况在这个场合。当然啦，多这样出去当然是有可能会认识人，可是这一个认识哈，它有很高的几率是一种巧遇邂逅。他这边没有，我没有觉得他是朋友介绍而来的，他有一点像是去靠近了别人的幸福感，然后而且那个别人比较像是在那个当下有好几个人的能量都是充满幸福感、恋爱感、桃花感很丰沛的，然后你在附近的时候，他会出现在那个地方，所以他会比较像是一种能量去塑造出一种很不错的邂逅跟认识。所以呢，只能说近期最近的一个状态是，你可能会认识新的人、新的朋友哦。那他对你是有一看到就有感觉，但你没有，我必须说，所以在你的心态上，你可能会错过，但是对他来讲，他有可能会变成你的追求者或是你的爱慕者，但是，所有的防备心跟对方的保持距离，或是跟任何人保持距离的主角是你。那他，我觉得啦，他算是会有所突破去接近你啦。如果这一个人哦，所以你近期可能会有一个不错的艳遇啦，会有一个新的追求者啦，选择2号牌的朋友，这个机会有，但是他很需要你多出去触碰各种外面的各种已经不错的能量，要去多很多的。要去形容，不知道要说什么沾染嘛，沾黏更多的幸福感哦。如果你是一直待在家里，然后没有跟任何人有所接触，没有互动，我的互动是不一定要你的朋友或家人，你去多跟外面的陌生人互动，买东西也是一种互动啊。你去吃饭的时候，你本来跟服务员不会有太多的服务生有太多的互动，或是任何人你去买衣服、逛街、餐厅服务生，你不会有太多的互动，但你近期可以多说几句，多闲聊几句，来把那个能量，这一种友善的能量在你身上凝聚起来，我觉得它会加速，这一个人在你附近的出现呢。因为我这边真的，我越看这个牌，我脑袋越来越多随机的画面，随机的你跟别人接触的画面，还有很多陌生人的画面在我脑海里出现了，然后他需要你去更多的互动。好，来，我来帮你看一下你跟
这题不错啦，这个人我觉得我可以帮你看一下你跟这个人的能量的结合，我可以帮你捕捉一下这个人怎么样，好不好？帮你看一下这个人怎么样，让你有特别的期待啊。时间我们等一下最后再帮你看。这样直接用这个才建议，用最原始的维特牌来看哈，不需要太多线索。我想一下，要不要再往下看？没关系，我这样先看这样就好了。又出现了，这个牌又出现了，刚前面出现了。比如说你确实会得到一个追求者，哦，喜欢你先，然后你的部分，我觉得只能说他可能外在的表现跟各方面第一印象各方面的条件都不是你原本所设定好你想遇到的人啦。不过这个人会有一个意外惊喜，因为他有很多好东西藏在他的外在底下。他是一个你的慢慢相处越久就会越来越喜欢的人，不是一种熟悉感而增加，而是你会发现他内在有很多你会喜欢但你原本不预设的东西了。目前你们两个没有走在同一条路上。哦，你们两个有一点点走在反方向上，有点向左走向右走的概念。然后，不过你们两个都在追求类似的东西。哦，你们两个都对于巧遇、邂逅、意外的惊喜非常感到特别的兴奋。所以，选到2号牌的朋友，你被暗示了，你最近会特别期待某种邂逅。然后你对某种邂逅的接纳性、接纳感也会扩大。不过这一个东西很快会恢复到理智。我跟你说，你在遇到新的邂逅或遇到任何陌生人的时候，你心里都会瞬间回归到一种判断里，理智的判断，它会让你很难用直觉去觉得是不是这个人。你会用太多的理智的判断去看看是不是这个人。哦，你会怎么看？就是这个我没什么感觉，应该不是这个人。会有这个，或是这个人有好多东西外在表现就好像都不是，不是我原本喜欢的，你就不是这个人，就会很多这个判断，而不是用一种直觉的感觉说，这个人有一种特别的氛围存在在我现在周围。哦，我只能说有一个讯号可以偷偷提示你，他给人的感觉跟你给人的感觉有点类似，哦。对，这边也在说，如果他很明确的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的抗拒感会跑出来。所以这也算是一件事情，就是当你的抗拒感跑出来的时候，很可能就是这个能量在接近你，因为你知道它跟你有一点点像是很相近的磁场，所以你们的碰撞会反弹，会相斥哦。因为你们两个的类似感、雷同讯号出现的蛮强烈的，刚前面就已经有了。它刚前面牌有一个重复性，可是却不是指2个人，而是指单一个人。那它这个重复性很像是你们2个的能量磁场的重叠。那我再继续再翻多一点啊。我还是先说，你的抗拒感你越接近爱情，你的内在的抗拒越高。你要先，要控制一下哈。你会逃哦，这个要控制一下，因为
尤其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他跟你有点太像了，你逃的速度会蛮快的，你会有一种很熟悉又不想要，就是因为太熟悉，所以会唤起你很多旧的不好的感觉。但这个人确实是带来一个蛮熟悉的，他，你们两个同时被分配了一样的火能量，类似的火能量，强弱没有不上不下，真的很类似哦，你们两个的状态没有达到平衡，而是对于某种能量的加成，难怪会相似啦。哦，总之，我觉得这个邂逅这个巧遇蛮有浪漫气息的，它很有剧情啊，你可以期待一下哈。有几个线索给你啦，第一个，他跟你还蛮像的，好，你朋友怎么看你跟怎么看他会有点类似。第二，你遇到他的时候，你的一个排斥感很重，而不是因为你讨厌他或什么，你会觉得你跟他有一种很特别的排斥感，那是会引发各种好奇心，让你觉得这个人怎么会让我那么在意，但我又没有觉得有特别的喜欢，大概是这种排斥感啦。哦，你可以注意一下哈，最近的一条感情路线会发现这个。那他这一组很有可能发展成恋人，当然是有可能，另外也有可能会变成是一个你的非常好的好友，当然他也会变成你的收美，也有这个方向。因为他在某种角度上来说，他可能会变成你数一数二很了解你的人。好，我来帮你捕捉一下时间点哈，最近的一个时间点。那这个时间点会不会让你们两个有第一次的邂逅，或是第一次的认识？哈，来，哦，这个牌出现太多次了吧？哦，好，这么多水啊，看一下，是哈。通常这么多水的话，我就会觉得它被泼洒出去了，时间是被分散的哈，没有特定，一定是哪个时间点啦，才会这样子。看一下，好啦，我大概，嗯嗯，因为我拍这个可能是4月我播出来哈，那上一个很好的机会过了，上一个很好的机会是2月上下，那下一个的机会可能是冬天，就开始天气转凉了，而且要过秋天哦。只能说这有点小可惜，因为我们今天要捕捉的是最近靠近你的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桃花能量或是爱情能量，一个恋爱线索，比较明确会出现在哪里？因为它这完全比较我是为了比较捕捉一个比较明确的位置跟空间那时间上，嗯，它要转凉，因为要转凉的天气才会出现了那我仔细想一下哈，刚刚那一个上一个比较好的时间2月那一个时间点是怎么错过？是没有认识到吗？还是已经出现在附近了？因为我觉得他好像，因为突然有一个讯号告诉我说，会不会他们其实已经有碰过面了，但是没有往下发展或是没有留下任何深刻的印象？我帮你看一下，因为我刚刚有被暗示一下说翻一下，翻一下，我翻一下好了。这样哦，他等一下，那这个他有一个类似的，他这边比较像是告诉我说，之前那个你错过的情况里啦，已经，嗯
很像是在说有一个。就是刚刚前面牌捕捉到这一个人，好像在2月，就是在之前做的那个时间里面，在你附近有出现过哦。可是好像没有让你认识，好像没有让你们有对话到，没有邂逅，没有一个开始的原因，比较像是说这个能量很类似，就有点像是说。我们就直接讲，打个比方好了。你冬天的时候会是认识一个人，哦，这是这个人是这个牌抓到的，哦，捕捉到的。12月可能11月、12月那个时候你会认识一个人。那刚刚错过的2月那个时候出现的那个人，跟12月这个人很像，但是他的像有点像是说，就是这个人，可是不确定，或是还有是另外一个像这一个的人，所以他有一个能量啊、结构啊或什么有出现过。好，但是你没有遇到，没有碰到，主要还是因为它有一点相像，它有一点像是剪影，有一种残影，有一种一闪而过的影子在那里，很像，有点像是宇宙或是这个能量想给你这个人，但是突然在给的瞬间收手了，因为他们好像。整个能量里面突然觉得，他们抓错人，他们本来要抓的是12月的那个人，可是他们抓了另外一个很类似的人，就要给的时候才发现说，哎，好像只是相像的人，而不是这个人，会有这种。还有一种情况是抓对了，但是突然不确定，没有把握，是不是应该要在这个时候让你认识？大概是这样子拟人化的形容，我必须说这个是拟人化的形容哦。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啦，所以我才会说，可能2月或是那个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你应该会认识一个人是没有了哈。就是我觉得能量，也许是你身上的一些改变，让你们需要这样子划过一下，先划过。我觉得这样子的方向是算比较安全的啦，毕竟我都会希望你们遇到的时候，无论是发展成各种关系，我都希望是一个健康完整的状态哈。所以像这一种，我觉得自然而然的划过也 OK 啦，但。我自己个人私心的期待，也许你后面认识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怎么是这个人？这个人我有印象啊，那我就觉得这个线就会更加甜蜜浪漫了哈。我比较喜欢这个样子的故事发展。好，那这就是选择2号牌的朋友的，我帮你捕捉到的一个这个号。很可惜，他可能没有那么近期，但是你可以期待一下哈，因为能量还不错哈，你可能会找到你的 twins 啊。好，那期待一下吧哈，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好，如果喜欢的，记得帮我按赞支持我每日更新的动力，感谢。来，接下来是选择3号牌的朋友哈，来，我们帮你捕捉一下哈。今天的题目是，离你最近的一个桃花线索，离你最近的一个桃花故事线是什么哈？那我会先翻4、5张牌来看一下，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或是范围啦，然后再来帮你看下时间点哈。好，我们就先来。翻几张牌帮你捕捉一下哈，是什么情况哈？哦，4张大牌啊，给的这么干脆。首先啦，这个人就在你附近啦，哦。然后我再翻一张，确定一个东西。的确，跟我想的一模一样。他是你工作场合里面的一个主管阶级、领导阶级的人啦。你在工作的场合里面，他不一定跟你有直接的关系哈，但是他在你们公司里面的位置很重要，或是在你的工作场合里面很重要的位置是，他是有一个。责任核心是处在一个需要调和你们整个工作的一个平衡状态。所谓的平衡状态，有一点像是说，也有可能管钱，也有管人际关系哦。他在维持整个公司的秩序啦。哦，你可以体会一下我说的这个维持秩序，它蛮重要的。他也在做整个团体生活里面的调节、调和，哦，让大家处在一种比较稳定的情绪状态、稳定的工作状态。就是说不会让有些人
获得过多，或让有些人做得过多，或让有些人得的太少，或是做的太少的一个调和的工作。你可以去体会一下你的工作环境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哈。那他可能是这个人，再来，他可能跟着这个人工作，他在跟他同一个部门，在他的范围里，他可能跟这一个人很接近，但他不是。我要不说这个不是，就是这个人哦，就是会跟你有认识的这一个人，可能跟他蛮接近的。因为我只能告诉你，他这一个能量范围是这样，但旁边，因为他这个能量可能是捕捉到其中一个人。可是他这一题，我反而有一个直觉是，他很可能只是在捕捉这一个能量范围里的所有人。那所有人里面，会有一个、两个或到三个不确定。可是，比如说他的方向感就是这个工作项目跟这个内容跟工作性质的一个方向哈。所以，如果你在一个大公司上班，或是比较多人上班的地方，你可以体会一下我说的这个方向感。那如果你们公司会比较小规模的，或者是什么，你刚刚的地方比较小规模的话，那我想。它也有很有可能啦，它这个能量捕捉的比较像是一种领袖气质的魅力，因为现在这一个捕捉到的这个人，他有一个很强的魅力在散发啦，在散发，所以他的光芒有点太大了，所以很难去捕捉在这一个光芒底下被他遮盖的那个能量，所以只能找到一个大趋势，就是说往这个方向找，往这个方向等，那一个。跟你最有桃花缘分、更有桃花能量连接的那个人，就在那个范围跟那个方向底下。我有一个讯号，我要翻一下，因为我有感觉到某些讯息越来越薄弱，已经快要捕捉不到，有点快淡掉了。好，首先，在你们两个之间的氛围，没有太多浪漫的气氛，严肃的气氛很多，花很多时间去思考内容，所以我确定真的就是工作场合里面的，它不是你的朋友圈或什么。然后这个场合里有太多僵硬的气氛跟需要处理的事情来掩盖住人跟人的情感啦。我觉得目前这个情况哈，一个人的魅力跟受桃花、爱情的吸引这两种讯号被混淆在一起了，所以我个人觉得你自己要判断一下哈，你最近如果有对于你们公司里面对于某个人有感觉或是怎么样，他很有可能只有一部分是恋爱的能量，更多的是崇拜跟敬佩被混在一起了，那一种好感跟喜好被混杂在一起。然后第三题的朋友，我觉得更多的状态是处在一种暗恋状态，但不一定是你现在有一个暗恋的人，然后就是他啦，不是啦。我的意思是说，他比较像是只有一个单向的连接哦。我把它放到更淡、更退后一点说，我觉得这个人啦，现在只能说未来跟你可能会有桃花恋爱的发展，因为我觉得现在正能量被混杂了。好，那这个射程范围应该是捕捉在你特别有好感的人选其中。但是我没有读到对方有相同的能量回来所以我在想第三个能量，这个牌捕捉到的是你看到的方向，然后来变成去预测一下你心中有好感的人里面有没有人跟你有可能在未来有所发展的。那目前是有，然后范围还缩小到只有工作环境里。那当然也会有工作环境里你没有任何有这个感觉的人。那这一题的话，我想这里捕捉到的就是工作的魅力了，而不是恋爱的魅力了。
哦，它这一题蛮明显被区分出来了。哦，来，这个我觉得它有一点，这一组被捕捉到的有点太前面了，很像是刚种下种子的时候，连发芽都还没发芽的时刻，才刚种下种子，就是恋情发展。有没有讲一个恋情发展的状态啦？哈，连在心中发芽的情况都还没有出现，它比较像是才刚刚进入了很有可能有恋爱状态的一个场域里，一个关系里在里面，然后现在被很多的个人魅力所模糊了，所掩盖了，他这个个人魅力跟恋爱的连结混在一起了啊，所以而且好，我再对于这一个状况，我再重翻一次哈。我换一副牌来重翻一次这个状态的形容，我看看，因为刚刚这前面我觉得已经进入了一个僵硬点，哦，它快要被定义成，只是一种崇拜关系了，但是我又觉得似乎真正跟你有缘分、跟你有桃花连结的能量被前面这一组牌的能量压下来了，所以看得不清楚。好，我来帮你再翻另外一份牌翻一下，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那个范围里啦。到底桃花能量躲在哪里去了？我再看，再重新捕捉一下线索。这么特别。这牌子叫你等一下，这牌叫你等一下，你等一下，要再等一下哈。有一个混合着很有魅力的，然后会让你心仪的，然后他也会看到你的，然后有一个角色，他叫你等一下，在我刚说的这个范围里有一个角色，他快自动的浮现在你面前，然后他会有什么线索？他会有一个主动性来跟你谈话、跟你聊天、跟你分享事情、跟你或者是工作上帮助你，然后他对你有一种主动性，你会变得很被动，就是他观察到了你的需要，他观察到了你的心境，他观察到了你的担忧。然后这个人会开始有一个比较高频率的跟你的接触、跟你的互动会开始起来，好，然后确实这个人现在在跟另外一个人工作中，但他时常回头看你，然后他已经有在适时的在工作上有偷偷帮助你了，然后他对你没有特别的期待，他只是顺从一个直觉去想看你，想要帮助你，大概是这个状态哈。然后爱情的能量还是蛮少的，他被压在蛮多实际的事情上面，所以我觉得他本身也没有意识到他对你的帮忙或者对你的行动或各方面是处于一种他其实对你是有产生好感跟喜欢的，我觉得他没有意识到，他更多的情况是我有余力，然后这个人感觉不错，那我就帮他一下吧，大概比较说这个状态，一样跟前面一样，他比较像是感情种下种子还没有开始发芽的状态，只是都在刚开始了。只是3号牌的朋友，我们这题目是要抓最近的嘛？确实最近的一个桃花能量线是从这里发展起来的。的确，他是被压在其他人的强大魅力底下的一个人。所以这一题你要比较用在一个工作环境里去思考这个人的存在了。然后我在整个白话来讲，我就必须说，他可能就是你的同事啦。然后他对你的付出跟对你的帮忙或对你的关心会比其他人多一些。那他是不自觉的，他是因为他是一种能量上感觉到你的微弱，他是主动会靠近你。但他靠近你的时候，并不求什么，他只是会跟你有比较多的互动，跟其他人比起来
会有比较多的协助你，也许你不需要帮忙，但他感受到你内在某些能量的微弱，他觉得需要多注意你一下，有这样。另外，他也存在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缺点，好，他可能觉得自己能量够好，他有点无聊，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有挑战性的事情，所以他把他的余力拿来帮助他觉得有好感的人，他对你是有好感的。那这一条线的发展哈，我觉得你们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会成为朋友，然后进而会变得比较好的朋友，因为这里都还没有发展出，我这边都没有看到任何你们两个会交换心事或是很精神面的东西都没有，都还在一些很物质的、很工作面的讯号上面。所以他有我觉得他这边有需要有一段时间，你们都只是朋友关系，然后会变得再好一点点哦。然后要进入恋爱关系，我觉得还有一段时间要等哈。不过这一条线是现在离你最近的一个新的发展线了，你可以期待稍微注意一下哈。我再帮你翻一下，如果针对这个人，然后再往下翻。哦，我知道了，为什么？我觉得因为哈，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啦，哦，这个人的能量本来在其他的范围里，或是在其他的情况里，他很快就会跟你表达比较多的喜欢，因为状态不一样哈，不是同事的状态或什么的。可是因为你们现在你们所认识的情况，可能是真的跟工作有关啦。不过我还是要把范围扩大一下，他不一定是你们同公司的同事，可是他跟你的关系很接近，像同事，所以他可能是别的公司跟你们有合作的人，也有这个讯号哈。不过范围真的被圈在就是工作范围里了。然后如果你们在跳脱工作范围以外的情况，你们遇到的时候，很快就会感觉到他对你的喜欢了哈，因为那个转换已经不一样。可是，在工作范围里的话，他已经把它转换成一种协助跟一种困难解决问题的一个情况。那原因是，他其实还在对于上一段情感正在心情上不是疗愈中，而是他在休息中。他现在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期待，可是他的本能上还是有很多类似恋爱的行动，所以他对你的感觉有一种无意识的感觉到特别，所以他对你有特别的关怀或特别的协助或特别的询问或特别的接近，但那只是因为他内在本身就有的一个爱情能量需要去有所表达，需要有所行动。所以他把它用在你身上，但是他其实没有意识到，这是他在使用他自己内在的一种爱情的能量在使用，然后他现在把它转换成是一种关怀、关心跟温柔啦，转换成这一个温柔。所以以这个发展下去的话，我觉得因为权杖二出现了嘛，我觉得你们的两个人关系要有一个全新的进展发展的一个分水岭，我觉得还没有到。一般来说，权杖二出现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像就是要到了啦。可是因为前面的整个流动，我觉得它在这个分水岭在很遥远的地方，而且这样翻下来也是最后一张我翻到的，所以它不在前面，也不在，它在节奏顺序上，它还在后面哦，它的故事线还在后面，所以你们还在前期啦，就像是我觉得才刚把种子种下去，发芽的时候都还没有来，连浇水的动作都还没有。现在唯一湿润的水能量，都只是你们种下土里面的原本的水分而已，所以只能说选到3号牌的朋友，这一条感情线跟桃花线，我觉得挖的太早了，发现的太早了。好，总之呢，这边有个暗示啦，你在工作上要再更加的善待别人，要再更加接受别人的好意。好，那这个桃花能量、爱情能量才会慢慢的灌溉在这一条线上，它慢慢会发展出比较有明显或比较成熟的一个芽，恋爱的芽会出来。好，来，我们帮你看一下时间点哈，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很远，我觉得因为我的意志上已经没有要捕捉很近的时间点了，所以我就大致帮你看一下。大概大的能量时间点会是多远啦哈？
因为我觉得没有突如其来的一个状态会在近期发生，但我还是帮你抓一下。这样都是这样子独立型的一个牌组的话，又是这个时间，我等我一下哈。现在已经到了狮子座上下的话，五嘛，两张在图，两个答案，一个是半年，还有一个是半年的时间，还有一个是接近天秤座生日那一段，在9月、10月，我觉得在9月、10月这段时间会更强大，会更强大。所以他这里哈，我得到的讯号哈，比较不像是一个能量变大，然后两个人互动会变，而是觉得好像是会有一个很特别的事件把你们两个拉拢在一起。所以现在关系上可能就是朋友或同事的一个非常淡的关系，甚至连他都没有特别的表达，或是他也没意识到他对你的好，或是对你的接近是因为来自于爱情或是桃花恋情上的，还没有。还有一个，他还有一个成长期，还有一个成长，整个故事还有一个成长。只是真的，我觉得我们捕捉的时间捕捉得太早了。我只能说，他有说是在秋天10月上下，好，10月上下。会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情况，会有一个比较就是波动比较强的情况在10月了，好，那你就10月左右或秋天，我不确定它确实是10月，因为它也有9月，也有一个8月底、8月后面的讯号，所以我大概是秋天吧。然后可是10月的这个暗示重复了2次，所以我才特别讲10月，所以你再期待一下，就大概秋天左右，天秤座生日的附近，你感受一下，好。但我认为不要太期待那个时候变成恋人或什么，我只会认为说这一条线的这个人，你们的关系会有一个新的突破，会变得更好，然后会有更亲近哈，内在的心里的话，内在的秘密会有，我觉得会有一些交换，会达到一些共识，然后两个人彼此在位置上心理的重要性会提升哈。好，这就是选择3号牌的朋友哈，希望对你对方向感有一些比较乐观的期待了哈。那3号牌我有特别感觉到，我讲的这个人跟我之前别的影片里面有人重叠了，哦，好像把之前没有讲清补足的一个故事线就补起来，但我不确定是哪一个，我只能说，如果你时常听的话，第3号牌有跟前面的人重叠，你可以回想一下哦。好，就这样哦。那祝福你们哈。那谢谢你们来听哦。如果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支持我每日更新的动力，感谢。